有高通量定序的进步，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基因组都定得非常清楚。那我们透过这些基因组在人跟人之间所谓的 SNP 的差异来鉴定。那人跟人之间的 SNP 大概有300万个位置的差异，那并不是每一个 SNP 都可以适合做检测，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资讯计算还有分析的能力，所以缩减到了将近3、4万个位点来做所谓的亲缘鉴定。那我们这样子鉴定的精准率大概有3、4万个位置的鉴定，跟传统只有16个位置的鉴定，那当然这个准确率是差距非常大的。那我们先见基因就发展所谓的一个 SNP 的一个鉴定方法来补足STR 这种传统的亲缘鉴定的一个方式的一个不足。在亲缘鉴定之中，STR 方法已经广泛运用于法医学和人类遗传学领域，但是以 SNP 核苷酸多型性的研究，一直以来都引起广泛的关注。那 SNP 是什么呢？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所谓的单一核苷酸变的区域，那我们称为所谓的 SNP， 就是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这个地方。那这种变异的点，通常在我们人和人之间相差了100万个以上。相对于 STR 来说，它的基因位是相差了非常多的。那在我们先见基因来所使用的基因位，大约有上千个左右。所以跟 STR 来比较，整整多出了几十倍以上。以 SNP 核苷酸多型性来讨论亲缘关系，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优势，就是多样性、稳定性，以及在解决法律争议和遗失人口议题上的潜力。以我们目前在刑事鉴定的一个方法，最常使用的就是所谓的 STR 的这一个分析技术。那 STR 是什么呢？就是所谓 DNA 上面会产生 short tandem repeat 的这种区域，也就是什么短片段序列的重复。那因为每个人之间它的短片段序列的重复是不一样的，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不一样的原理来判断说，我跟你或我跟我爸妈之间到底是不是有一些亲缘的关系，就可以来做这样的鉴定。在多样性的部分，核苷酸的多型性之所以引人注目，是因为它们涵盖了整个基因组，并具有更大的可能性。举例来说，一般 STR 的检验最常见的应用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子鉴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 STR 检验可以非常准确地确定一个人是否是另一个人的生父或生母，但要确定更远的亲等关系，如兄弟姐妹、叔侄或堂兄妹等，检验的精确度就会下降。这是因为 STR 区域数量有限，可能无法区分相对较远的亲缘，而 SNP 核苷酸多型性就没有这样的限制。目前依据大数据分析，我们的亲缘鉴定可以到达5亲等，甚至在未来更高维度的数据运算之下，可能包括更远的亲缘，进而有助于解开更复杂的亲缘关系之谜。第二个关键优势是稳定性 ，STR 易受基因突变的干扰，这可能导致鉴定结果的不准确性。相对来说，核苷酸多型性变异通常更为稳定，因为它们分布在整个基因组中，且突变风险相对较低。这种稳定性有助于确定亲缘关系的可靠性。那透过我们 SNP 4万多个位点的检测，我们就可以很精准区分出不同的遗传层级之间的差异。那因这样子的几十倍差异，在我们用现在 SNP 的这种亲缘建立的方法，如果到了所谓的检体量不足或者是检体有缺失的时候，相对于我们能鉴定的变异位点相对是比较多的，而且可以使用的一个分析的方式是比较被容许的。所以先见基因的一个 SNP 的一个分析方法，对于有一些像已经失去了亲人或者是祖孙，或者是你根本已经追溯不到你的祖源在哪里的人，我们用 SNP 的方法，它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出你跟你的远亲是不是有一个相关的亲缘关系。那这也不会受限于所谓的一个父系遗传或母系遗传的一个限制。那这就是我们 SNP 所发展出亲缘鉴定来相较于 STR 更好的一个模式，尤其是在解决法律争议和遗失人口议题方面。核苷酸的多型性方法能够提供更多父母、兄弟姐妹
或其他亲缘关系之外的遗传讯息，而这正是传统 STR 所无法做到的。还有依据国外 23andMe， 核苷酸的多型性也有助于解决失踪人口的身份确认问题。新闻上也有失散多年的女儿，因为和母亲做相同的基因检测，让女儿找到自己的生母。核苷酸的多型性方法相对于 STR 方法具有更多的优势。我们公司研究了这个方法，将为科学研究和实践带来深远的影响，并在未来的亲缘关系鉴定中发挥关键作用。